慈悲。2009年我拜你为师，那年我4岁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您。您在了解我有过敏时，就当场为我调理。我从来没遇过那么慈悲的人。这是我女儿妙仪，那她大概现在是刚满10岁。她在刚出生大约半年之后，我们就看到她的身上嘴巴这个旁边，手肘的地方，这种关节处，还有脚、膝盖后面关节的地方都红红肿肿的。因为她都没有消失，就带她去看皮肤科医生。那皮肤科医生就说这是异位性皮肤炎，所以她在晚上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，因为随时随地都在抓。那我们就会开始想说，有些过敏的食物可能就先不要给她吃，奶油、鸡蛋、牛奶，当然甜食甜甜圈双淇淋、冰淇淋、糖果，小孩子爱的这一种蛋糕，她其实都没有碰过。碰一口，他其实整个过敏反应就出来了，就接着抓就不知道抓几小时了。晚上睡着时当然是不太能睡就是边睡边抓，边睡边抓。可能他睡1个小时，我突然惊醒的时候，怎么整个床单上好多的血？后来才看到他的手指头把自己的皮肤抓烂了，然后整个血都留在床单上。大家都在吃的东西，对于他来讲是反应那么大。那最大1岁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找中医，然后再去问各种偏方。其实每一次我们都充满了希望了，可是，在试过一阵子之后，就觉得都没有效果，就是都没有看它产生效果。后来我们去量身高体重，他在3岁的时候就他的身高跟体重跟2岁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在想说，应该是这些所有的药物让他长不大，其实还蛮难过的。一直给他吃各种东西，想找东西给他吃，都长不大，所以全身就是这样红红肿肿又黑黑的。那夏天这种孩子又很怕热，那夏天带他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穿短裤背心嘛，那全身的皮肤暴露在外面，那个街上的人看到以后，就会这样一直盯着他看。后来我出去就是都帮孩子穿长裤长袖，因为避免掉路人的眼光。在2009年11月有一个听说金菩提加持会，那好像可以让人的疾病可以变好。法会现场很多人，那大概从早上8、9点开始，那我们到师父的面前的时候，那妙仪就问师父说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？师父就简单问了一下小孩的病情嘛，师父马上就帮妙仪调理加持，而且说很快就会好了。那其实那时候真的我是不知道调理效果是怎么样，可是当下就是被师父讲的那个话，就觉得好感动。我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们，为什么你会愿意帮我们的孩子调理？因为过去妙仪看到甜甜圈会想吃就像小朋友都在吃。那我们也曾经给他吃1口，可是他只要吃1口，就嘴巴旁边会肿起来，然后身体会痒，所以一直不敢给他吃。师父加持完之后，我们就带他去买了一个甜甜圈，然后就说你今天可以把这个甜甜圈吃完。然后他很高兴第一次吃完1个甜甜圈。这天我们就好紧张就很紧张，可是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这样一觉到天亮。我们就开始去上禅堂的健身班。那现在关节的地方嘴巴旁边都已经没有以前的痕迹留下来，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要我帮他买短裙短裤，因为他可以把他的身体露出来了。
几岁的时候，就是有头都会开始痛，每天都会头痛。他的病名就是晕眩症的一种，基底动脉偏头痛。那其实我来菩提禅修的时候，我想的是庙仪的病，我没有想到我自己。可是因为要带着庙仪修炼，我自己也一起练。那渐渐的呢，就是好像它时间就越拉越长，一个月才痛一次。上一次像到现在来讲，我上一次发作大概有半年了，它是慢慢的拉长了，就觉得好像连自己都有受益。庙仪有好转了，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吃了，然后皮肤也不红肿肿，觉得我们要留下来当志工，擦窗户啊，擦地板啊，去发杂志啊，然后对禅堂因为待久了，对禅堂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们就当前台志工，也有带着大家一起练开志工。所以有一次，我们就是要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啊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星期六回来，我们可以多玩一天，可是禅堂志工又要少做一天了，这样觉得好像不是很好。然后星期六就去禅堂当志工了。结果呢，星期六回家的时候，再看到那个新闻，在星期六这一天，日本东京下了一场几十年来的大雪，答应好礼拜六要当志工的工作，我们必须回来把它完成。就是因为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呢，我们躲开了日本呢几十年来最大的风雪。在常常听师父的开示之后呢，尤其有一个部分我最受益，就是师父讲的换位思考。原来如果今天我是在他的角度的时候看待这件事情，会是怎么样呢？所以有很多事情呢，越来越不会的那么在意，不会那么的执着，越来越快乐。那家庭也比较和谐了。非常感恩佛菩萨，非常感恩师父。在经过拜师仪式后，我的过敏一天天好了，全家人都很高兴，我也不例外。耶！我可以吃甜甜圈了，好棒哦！这都要感谢师父。我长大也要像师父一样帮助很多人，让大家快乐。您的弟子妙仪敬上。